欧阳子真后怕道：“蓝老师那个气压，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离死亡这么近过。”魏无羡忍着痛笑道：“瞧你们一个个的小胆儿，一个他有什么可怕的？嘶，漂亮姐姐，轻点儿。”魏无羡受的伤是最严重的，方才在黑暗中，不知对方谁从哪里拽来一个空的玻璃酒瓶，朝着他的脑袋直直就往下砸。魏无羡的耳朵比别人好使些，隐隐约约听出有什么不对，可是避闪不及，只得慌乱之中抬起手臂挡下。其实那人并没有用出10×10的力气，可奈何玻璃瓶的质量仿佛不太好，静生生碎在魏无羡的胳膊上，扎进去了几个玻璃碎片。如何血肉模糊自不必说，淌出的血水生生将蓝忘机的纯白毛衣染出了个性不匀的红色，吓得他拉着魏无羡随便找了个最近的诊所处理胳膊上的伤。小护士皱着眉头道：“这块玻璃扎得有点深了，必须用力拔出来，不疼是可能的。”魏无羡欲哭无泪道：“不能再抢救一下吗？有没有麻药啊？给我涂点成嘛。”小护士道：“这还至于上麻药？忍着点啊，动手了。”等会儿。魏无羡睁大眼睛想阻止他，却被手臂上传来的疼痛猝不及防地打断。一声痛呼刚从喉间溢出，却又被强行堪压下。他紧闭着双眼，咬牙切齿道：“小兔崽子们，老子上辈子究竟欠你们多少钱呢？”蓝思追慌忙起身，将自己的胳膊递至魏无羡嘴边：“魏老师，您来咬我吧，别个坏了牙。”魏无羡冷汗涔涔地抬起头瞅他一眼，笑了。他别开脑袋道：“哪有让老师啃自己学生的道理？”金陵一把将蓝思追拉回身边：“就是，哪有他咬你的道理？我才是他外甥，要咬也是咬我。”说罢，他把胳膊朝魏无羡一伸，一副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模样：“来吧，啃我。”话音刚落，便听见魏无羡倒吸了一口凉气，玻璃被拔出来了。他平息着自己的喘气声，笑骂道：“黄花菜都凉了，快滚吧！”金陵撇撇嘴，收回了自己的胳膊。小护士帮魏无羡上着药，疼痛感比方才减轻了不少。他的声音慢慢平复下来，冲金陵警告道：“你就我受伤的事儿，半个字也不许跟你妈你姥爷他们提，知道吗？要是你敢乱嚼舌根子，小心我让你蓝老师给你家罚10遍校规。”金陵不服气道：“凭什么要拿蓝老师来压我？”魏无羡的意道：“因为他听我的。”金陵总觉得哪里怪怪的。绷带缠好了，蓝忘机也正好从外面进来。小护士撩开魏无羡的衣服瞅瞅，好了，剩下的就是擦伤和淤青，我给你们几瓶药酒，自己回去揉涂吧。魏无羡点点头，露出一个十分灿烂的笑，漂亮的桃花眼弯成一个恰到好处的弧度。知道了，谢谢姐姐。小护士被他的笑容晃得面色一红，匆匆转身去药房取药。蓝忘机本就面无表情的脸仿佛更加僵硬了。金陵嫌弃道：“成天到晚四处撩拨人。”魏无羡无辜的眨眨眼：“我哪有？”两个人开着车送几个少年回家。蓝景怡坐在车后面，试图活跃气氛：“魏老师，您刚才简直太帅了，那几个动作您怎么做到的？”魏无羡自恋道：“不是动作的问题，是人的问题。难道我给你们上课的时候不帅吗？”一边的欧阳子真忙配合道：“帅，我们魏哥干嘛都帅，你就是云深高中颜值才华界扛把子。哎，哥，以后我们就跟你混了。”他边说边伸出胳膊肘搭上蓝景怡的肩膀：“灯红酒绿惹人醉，魏哥带你玩社会。”魏无羡拖长嗓子道：“省省吧，就是你蓝老师带你玩社会，该抄的校规也一遍都少不了。”他笑意吟吟地转向蓝忘机：“哎，蓝战，私自斗殴，罚几遍来着？”蓝忘机目视着前方的路：“5遍。周五放学前交到办公室。”金陵道：“星期五，今天都星期3了。”魏无羡道：“哎，就这老规矩，我以前上学的时候1天10遍都抄得完。”金陵愤然道：“我舅舅说了，那是你自己作死，我们可不一样，大晚上走得好好的，是那群小混混自己要来堵我们的。”啊！魏无羡闻言一愣：“为什么要堵你们？”金陵气道：“还不是时班那几个神经病，他们几个家里以前都是温室底下的几个小集团，全都沾上了姓温的傻逼模样。那天体育课上跟我们几个打篮球输了，
在那边破口就开始打骂，说出的话比茅坑都臭。我和欧阳子真一个没忍住就魏无羡道，就怎么了？金陵默了默，才慈声慈气道，就把几个人给打了。顿了顿，他又接道，那个不叫斗殴，我俩不过一人招呼了一圈，谁知道那几个人蠢得跟蛋一样，躲也躲不过，直直的就挨了打，眼睛上都挂了青。魏无羡，哦，然后呢？金陵一巴掌拍上身侧蓝丝锥的大腿，然后他们居然就喊社会上的人来报复我们。魏无羡道，挺阴挺无耻的，的确有温家手底下人的风范，不过话说回来了，不就骂你们几句吗？还打人，看来的家罚了。蓝景一忙道，不怪大小姐生气，他们骂的话实在难听，我都忍不了了。魏无羡被大小姐这个称呼搞得有些欢乐，憋笑道，是吗？骂什么了？蓝景一道，他们先是骂了些别的，我们都不惜的搭理他们来着。谁知道后来越说越刻薄，最后说什么，哦对，说丝锥是来历不明的野种，是舔着脸赖进兰家的，还说魏无羡听他说了一半便没声了，一道还说什么了？金陵沉声道，说阿院指不定是蓝老师在外面见不得人的私生子。魏无羡微惊，下意识朝一旁的蓝忘机看去，却见他面色如常，如同没有听见一遍一般，淡淡的继续开自己的车。魏无羡深吸一口气道，这真不能忍了，现在的小崽子嘴巴怎么这么不干净？欧阳子真妇道，就这样也就算了，丝锥环拦着我们不让动手来着，可是后来他们竟然开始攻击起您了。魏无羡挑眉，怎么还扯上我了？说我什么了？欧阳子真却不吭声了。金陵的面色更沉了几分，车内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寂静。魏无羡笑道，怎么不说了？没事儿，说来我听听，看能不能构成犯罪动机。欧阳子真看了金陵一眼，后者皱着眉，目光望向窗外。魏无羡催促道，快说呀。欧阳子真抿抿嘴，叹了口气，低声道，他们说您是个孤魂野鬼。他的声音越来越小，在温家压制下这么多年，像个死人一样躲了那么多年，现在还好意思出来耀武扬威。魏无羡垂下眸，他早料到的，回来这么久以来，他在 S 几大集团的眼里俨然就是一个笑话。欧阳子真接着道，魏哥，您甭理他们。他们，魏无羡平静地打断他，这没什么。他嘴角噙着笑，懒懒地靠上车座，是事实。这么多年，我不就是个孤魂野鬼吗？只不过这些年来，他可没真做唯唯诺诺的死人。有几个人清楚，当年温氏的覆灭究竟是谁的手笔呢？耀武扬威？不好意思，他有这个资本。